哦，这边还来了一条这种号称闽南第一鱼的马友鱼啊，也叫无笋鱼，还是挺值钱的这种鱼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大哥。早上的5点40分了，今天又是准备出外海去捕鱼，像上次一样的天气啊。夜里的12点钟，差不多11点出头就开始刮风了，所以只能像上次那样的操作。早早的下午就开始拉网，不能等到晚上再拉网。下午拉2个网，然后其他的网等到晚上再拉，然后就在9点钟出头就要出发赶回来啊。上一次外海收获挺不错的，希望你这次收获像上次那样就行了。不好不坏吧，像上次那样子。好了，准备出发去船上，希望渔获多多吧。来到码头这边，看到那些去近海捕鱼的渔船已经出发完了，剩下的渔船不多。我们这一趟去外海是有2艘船结伴同行啊。已经是下到船上这边，然后现在船也是刚启动了，准备出发。希望这一次大获多多。已经是中午的12点钟了，刚把全部的网放完，然后现在船刚停泊在小岛这附近啊，先吃个午餐吧，吃个午餐喝杯茶，然后差不多3点左右就要过去拉网了。跟上次的情况也是差不多啊，半夜就来风了，所以要提前的拉网，拉完了就赶紧回去了。好了，现在先冲洗一下甲板。每一次的网放完，甲板上就会比较脏，有一些石头、贝壳之类的，就要把它们冲洗一下，让鱼不会脏掉。先喝几杯茶解解渴吧，然后就准备吃午餐了。今天连外海这边的海水都是昏茶的浑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长满了赤潮。已经差不多快3点半了，准备把机器启动一下就过去拉网了。因为在外海这边晚上半夜会刮风，所以只能提前过去拉网啊。希望渔获多多吧，然后准备出发了。把固定船只的船锚拉上来之后，就要过去发财了。不过白天的渔网一般渔获也不会特别的多，关键的来几条值钱的渔获就可以了。不过白天的渔网就为了捕多一些剥皮而已啊，其他的渔获就看运气了吧。运气到位的话，啥渔获它都会多来一些，值钱的渔获它也都有可能过来，大山刀啊、大红斑之类的。不过今天的海水实在太脏了，我估计渔获还是不乐观的。第一小片渔网都快拉完了，才来了一条泥猛鱼。不过好在这条泥猛鱼还算是挺肥的吧，上次卖鱼排一斤要35呢。来了一条黄鲫这么小条，把它放回海里面再长长吧。然后就连续的不上渔获啊，看来第一片渔网没有一个好的开始啊。虽然第一片渔网就上了一条泥猛鱼啊，但是希望在后面。来了一个软丝墨鱼，也算是挺大个的吧。这种软丝墨鱼还是比较显重的，肯定有个1斤出头的啊，一上来把甲板都给喷黑了。来了3条鱼货，3个不同品种啊，一个刺豚，一条泥猛，一条小剥皮鱼。刺豚鱼就直接把它放回大海吧，泥猛跟小剥皮就可以留下。好像这2趟外海白天的泥猛也是挺多的，但是这一次遇到的明显要比上一次要少一些啊。很明显的，一来就是一条一条的，上次一来都是2、3条、3、4条的。
不过能来泥猛鱼也就不错了吧，不能嫌弃它。来个30-40斤也能给我们创造一笔不小的财富呢。今天的小剥皮好像没有上次那么大条啊，肥倒是挺肥的。就是泥猛鱼没有成群的过来，有点遗憾啊。小真鲷，上一次外海的小真鲷是比较多，这一次不知道怎么样。都是小真鲷，就不能来条大真鲷吗？一条大真鲷能抵好几十条这种小真鲷了。或者来多一些小剥皮也行嘛。小香头的价格都要比小真鲷好一点点。今天外海这边的渔获怎么变成只有1条的来，2条的来这样子而已啊？没有3-4条3-5成群的。虽然这一个网是白天的网啊，但是上一次白天的网还是挺丰收的，也有3-5成群的泥猛鱼过来啊。小剥皮有时候都是2-3条、3-4条过来的，但是这一个网更多的时候都是一拉死上来1条而已。刺豚鱼啊，直接把它放回海里去吧。泥猛鱼数量比较多，但是一拉都是1条上来而已，有点奇怪。泥猛鱼应该成群的啊，难道因为今天的海水比较浑浊、比较脏，渔获不成群活动？不过今天确实整个外海这边长满了刺草啊，连呼吸都估计比较困难吧。这种海水捕鱼就不是很好，但是既然网放下去了，就既来之则安之吧，捕多捕少都无所谓了。捕鱼的运气还是挺重要的，万一来一条海红帮呢？是不是？这一条是老虎鱼啊，也算是这些鱼获中比较值钱一种了。不是19公啊，19公长不到这么大。小剥皮虽小啊，但是还是挺肥的，比上一次过来外海的要小一些，但是肥度差不多。哇，连海胆都上来了一个，这种是紫海胆啊。今天的观赏鱼好像也是比较少，再少也是把它放生了的。今天香头的数量也不多，而且上来的都是小香头啊。真的是渔获都是1条1条的过来，这个网有点奇怪。这一个网是放在小岛的旁边啊，也算是礁石区了，所以才能捕到海胆啊。礁石区的海水就比较浅啊，也就10几米而已。哟，这里倒是连续的上了好几条这种香头上来。才说它渔获是1条1条的来啊，结果一下就来了3-4条。所以说这些孩子不骂是不成才呀。当你觉得渔获不够的时候，那就来得一块石头给你凑一下。连白花鱼也来了1条啊！白花鱼可是偏近海的物种哦，估计是从近海游过来的。说它香头比较少，它又连续的上了好几条香头给你看。但是我说海红帮比较少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上海红帮呢？这一个网这种小真鲷也是来了挺多的了。我把所有的小真鲷跟你换一条大真鲷，可不可以？这2条香头就要比刚刚那些香头稍微要大条一点啊，大一些的香头要比小香头好卖一些，价格也高一些。今天好像没有捕到家鲫鱼，大部分都是这些小真鲷。上一次的外海好像也是没有捕到家鲫鱼吧？家鲫都躲哪里去了？今天外海这边的渔获品种不算多啊，连小剥皮的数量都比较少啊，多了一些都是泥猛鱼，还有香头、小真鲷之类的。好像今天的泥猛鱼没有上一次外海的泥猛鱼大条哦。仔细一看，确实也是这样子哦，上次的比较大条一些。
这也才相隔了几天而已啊，小剥皮跟泥猛鱼都变小了。黄鲫，终于来了一条大条一些的黄鲫了。今天黄鲫的数量也是比较少啊，就刚刚上了这么一条，然后前面上的2、3条都是那种小黄鲫，就把它放回海里面去了。猛鱼有的地方喜欢红烧，有的喜欢干煎，也有的地方喜欢煮汤啊。但是不管怎么做都挺好吃的吧。泥猛鱼没有小刺啊，而且也没有鱼鳞，所以杀鱼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。泥猛鱼活着的时候背部的刺是有毒的，所以不要被它刺到了。但是挂了就不会了。开始连续的来泥猛鱼了啊！哦，这边还来了一条这种号称闽南第一鱼的马友鱼啊，也叫无笋鱼，还是挺值钱的这种鱼啊。今天是解锁新鱼种了，看过我视频的老粉们都没见过我捕过这种鱼吧？以前捕到过，很久没捕到过这种了。这种鱼是号称闽南第一鱼啊，有的地方叫做无笋，学名叫马友。这种鱼也是越大条越贵啊，大的一斤能达到300多块钱呢。不过像刚刚这种小条的就比较便宜，不过一斤应该也要大几十块钱呢。这种鱼肉质是挺不错的，属于越大条越好吃的一种鱼。像网快拉完了，却连续的上了好几条这种小真鲷。大真鲷你来一条好不好？拿全部的小真鲷跟你换。好吧，就这样子，这个网也就拉完了，收获一般般吧。看起来好像收获是挺多的，但其实是没有什么值钱的渔获。第一个网是拉完了，第一个网渔获一般般吧，没有特别多，也不会特别少。剥皮比较少，但是上来的泥猛鱼比较多，还有一些香头啊、小真鲷之类的，没有值钱的渔获。但是上来了一条这种无笋鱼啊，也被称为闽南第一的马友鱼啊，这种鱼肉质是比较好吃的。然后现在准备过去拉下一个网了，希望下一个网上多一些渔获吧。下一个网的视频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，也谢谢大家观看啊！我是南澳导标哥，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点关注哦，谢谢大家。